大家好啊，我是戴红。之前讲了一下英雄联盟和奥特曼的一些怪兽原型都是哪些动物。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大家的老朋友口袋妖怪，现在叫精灵宝可梦哈。里面每一世代御三家的原型分别是哪些动物？首先，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木博士和从不说话的赤红所在的关都地区，在现实里的原型是日本的关东地方，但是在日本本州中部3关以东的位置。我们最初的3只御三家精灵伙伴会在这里和大家相遇，正是动画片里和小智、皮卡丘一同冒险的妙蛙种子、小火龙和杰尼龟。妙蛙种子的日文名字正如中文译名一般，不可思议的种子，很多人将其戏称为蒜头王八，其实不是哈。根据设计者山森健和细田敦子的说法，妙蛙种子的原型来自于蛙类，脑袋两侧如小耳朵一般的部位可能类似蟾蜍的耳后线，其背部的植物部分看起来很像花苞。根据其外语名字中经常提到鳞茎来看，这个小花骨朵也有可能是以大蒜、洋葱等植物的鳞茎作为原型。它的进化体妙蛙草和妙蛙花基本都是以蛙类为原型，与植物结合而产生的形象。而小火龙的日文名由火焰和蜥蜴组成，其他外语名也基本是灯芯、烧焦、灼热、熔岩、蜥蜴等元素的相结合。在设计小火龙到喷火龙这一支的时候，细田敦子是先创作的喷火龙，然后从喷火龙反推制作的前2个形态。他有意的把小火龙设计的十分可爱，以至于让大家难以想象它会进化成喷火龙的模样。确实哈，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小火龙进化成快龙更合情合理，然后哈克龙那一支进化成成龙反而比较有道理。喷火龙是细田敦子最喜欢的精灵，长相和西方龙十分相似，技能也很像哈，都会喷火。依稀记得在我小时候玩火红叶绿的时候，为了能拥有一只喷火龙，硬着头皮选了小火龙。前面几个道馆那叫一个难打呀，小霞和宝石海星简直是我的噩梦。后来终于进化了，发现喷火龙的属性里没有龙，叫声还和提亚犀牛一样，让年幼的我着实有些失望当然即便如此，初代的3只精灵里我还是最喜欢喷火龙哈。杰尼龟的原型自然是常见的淡水龟。杰尼这个名字来自于日语名的音译金钱龟，指的是日本当地对家养龟如草龟、石龟等幼体的昵称。卡米龟的卡米也是龟的意思龟龟。水箭龟在龟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坦克的元素值得一提的是，水箭龟的英文名是喷射和陆龟的结合，它的大粗腿确实也很像陆龟的腿。咱顺便说一下大明星皮卡丘的原型哈，皮卡丘的名字来自于闪闪发光和老鼠叫声的结合，但其实它的原型不是老鼠。其实咱看最早的皮卡丘形象是一种类似于大福那种甜点的形象糯糯唧唧的。后来细田敦子又加入了松鼠的元素。到了第2代金银的时代，地区来到了关东地区西边的成都地区，原型来自日本关西地区和四国岛的一部分。菊草叶的名字来自于菊苣，它早期的设计稿更是向菊苣成精，后来的进化过程逐渐像是犀角类恐龙和植物的混合形态。第2代的火系竹筒火球鼠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宝可梦之一太可爱了哈。其日文名由火焰和豪猪结合而成，其他外语名字基本也是由火焰、煤渣与刺猬等元素相结合。进化型火焰鼠的日文名是岩浆豪猪，火爆兽的日文名是台风和暴风的结合。虽然没有明确记录其原型，但看上去很像是幼科动物。小巨鳄的日文名是鳄鱼孩子，如名字一般，其长相是一个鳄鱼宝宝的样子。蓝鳄的日文名意思是短吻鳄，大力鳄是大鳄鱼。然后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咱们最熟悉的 GBA 时期的经典作品《口袋妖怪红蓝绿宝石》系列，也是我最早接触的宝可梦系列游戏。丰原地区的原型来自于日本的九州岛和周遭岛屿，其中我最早的伙伴是水系的水精灵水月鱼。其实只看样貌水月鱼很像是一个蝾螈，它的日文名字以及其他外文名字基本都是水、泥土和大滩涂鱼的结合。其实这么一看确实有点像大滩涂鱼哈。后来的昭月鱼和巨招怪的形象貌似在大滩涂鱼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墨西哥渡口猿的元素。火之鸡最早的设计带有一对抽象的大耳朵，后来被放弃了。根据设计师的说法，其原型来自于那个年代风靡全球的彩色小鸡，指的是当时很多街边摊售卖的染了色的雏鸡，很残忍很缺德的一种贩卖方式哈。那些小鸡会被浸泡在稀释的纺织燃料里，也会被喷枪喷涂颜料，基本都会在短时间内死亡，十分凄惨。力壮鸡和火焰鸡的原型基本都是火焰和斗鸡的结合，其中火焰鸡的腿部形象和我国上海的家鸡品种浦东鸡十分相似。木手工这一支基本如名字所示，由木头元素和壁虎为原型。手工一般指的就是壁虎哈，有鳞目、壁虎亚目的成员们属于蜥蜴的一大类，像是豹纹手工、截角手工、巨人手工等，都是比较火爆的爬虫类型。第4世代珍珠钻石的神奥地区以日本北方的北海道等地区
区作为原型。草系蛀虫草苗龟的日语名字以及欧洲各国的名字主要以草、嫩苗、树枝和水龟、海龟等元素结合。看形象来说，四肢比较粗，像是陆龟；嘴和背甲又有些像窄球蛋龟。进化到最终形态的土台龟，日文名是土台，地鸡和陆龟的结合。其实土台龟的面部也有点像某些甲龙类。火系的小火猴到烈焰猴，名字基本上都是火焰、地狱、烈火、猴子等元素的相结合。长相部分添加了不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元素，比如小火猴的面部有点大圣京剧脸谱的样子，烈焰猴的身上有不少的云纹等。水系的波加曼名字是由落水生和少爷王子等组合而来。到了第3形态帝王拿波，其名字是由帝企鹅和法国著名政治家拿破仑·波拿巴组合而来。原型动物自然是憨态可掬的帝企鹅。到了第5世代的黑白系列，河中地区是以美国纽约为原型制作而来。御三家也采用了多元化的风格。根据对设计师申三健的采访，我们得知腾腾蛇这一支的设计主题是负责酷酷的西洋风，其名字的意思是爬墙虎与蛇的结合。到了第3形态君主蛇，其形象更加明显，体现了欧洲文化，有着骑士、欧洲君主等元素。而暖暖猪有着可爱活泼的气质。它的第3形态演武王的设计理念体现了中国风，以类似猛将张飞一般的形象登场。超级演武王手中拿的武器也很像张飞的丈八蛇矛。水塔的设计理念是拥有认真气质的日本武士形象，它的前2个形态都是水塔的形象，然而到了第3个形态基因突变了，咋看咋像海狮。根据设计师大村佑介说，他不想把水塔的终极形态设计成2足站立的大水塔，于是专门到海洋公园找寻灵感，最后为大剑鬼增加了海狮的爬行形象。第6世代 XY 的卡洛斯地区是以法国北半部为原型，其经营的设计灵感也很多来自法国文化。草系蛀虫哈利利的名字由刺猬和栗子组合而来，其终极形态布里卡龙的名字由布面甲一种锁子甲和栗子组合而来。其实这个布里卡龙的形象有点像数码宝贝第3部里的萨多格杜兽哈。火狐狸的名字在日语里是火焰和狐狸的组合，狐狸一般指的是赤狐，也是咱们常见的狐狸。在欧亚大陆、北美大陆广泛分布。而在英文法文名里是火焰和耳廓狐的组合。耳廓狐是一种分布于北非的小型狐狸，和赤狐不是一种。其终极形态妖火红狐毫无疑问是把赤狐、耳廓狐等与魔法女巫元素结合而来。狐狸和魔法灵活的组合形象，在数码宝贝3的妖狐兽那里亦有记载。呱呱泡蛙的原型可能是泡沫潮蛙属的蛙类，它们铸造泡沫巢，然后将卵产在其中，让卵在发育过程中保持湿润。到了终极形态，人气十分爆棚的甲贺忍蛙，这个甲贺指的是甲贺流，和伊贺流一样，属于比较知名的忍术流派。当然，甲贺并不是一个组织哈，而是日本本土现今甲贺市附近的几个忍术流派的总称。蛙类和忍者的渊源可能得追溯到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虚拟形象二雷野，也是后来火影忍者中大名鼎鼎的自来也的原型，以擅长蛤蟆妖术而闻名。第7世代宝可梦日月的阿罗拉地区以夏威夷为原型，我心心念念的赤焰咆哮虎登场了哈。老虎是一个标准的凶贵形象，其形象由虎和摔跤手结合而来，从它戴那个大腰带能看出一些端倪。咆哮虎的成名绝技滴滴金钩臂是以经典摔跤节目 WWE 里的金钩臂等为原型，这2个 D 字母可能指的是代表赤焰咆哮虎属性的 Dark 和来自电子游戏快打旋风的Double Lariat 这个技能，是一种身体旋转用双臂攻击对方的招式，和日月里咆哮虎的滴滴金钩臂动作十分相似。而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滴滴金钩臂是 Deep Dark 金钩臂的意思。木木枭这一支以树木和猫头鹰为原型，居舍树枭的原型可能来自于夏威夷特有的短耳枭的夏威夷亚种，主要栖于夏威夷群岛的森林和草原。秋秋海狮的原型如名字所示是海狮，终极形态西施海人的名字由海狮和赛人、女王等元素结合而来。赛人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种神秘危险的生物，据说呀，他们会用迷人的歌声引诱人们撞死在附近的礁石上。第8世代的剑盾的加勒尔地区以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为原型，御三家也充满了英国的现代文化元素比如充满摇滚乐元素的草与大猩猩的结合，红雷金刚星；以足球为元素的火焰兔宝宝闪焰王牌，以经典特工电影007为元素的千面 BE，其中 BE 指的是变色龙，鲁林木列西亚目的一类蜥蜴但其实它头部的形状更像双冠蜥哈。最后第9世代宝可梦朱紫的帕底亚地区以南欧、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为原型，新眼喵到魔幻假面猫这一支以伊比利亚猞猁为原型，融合了一些假面舞会的元素。狂欢浪舞鸭的各国名字以狂欢节、波浪、鸭子的元素组合而来，其原型看上去很像蓝角尖鸟、冠鸭等水禽的结合体。这2种动物都出自美洲，可是到西班牙语在美洲十分常用，可能狂欢浪舞鸭的形象与巴西桑巴舞也脱不开联系。而古文巨声鳄的元素十分复杂，既有鳄鱼，还有骨头、火焰、歌声等，整体形象宗教味十足。可能
能与美洲这些鳄鱼以及天主教等元素有关。关于宝可梦御三家原型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观看，如果喜欢的话，请点赞、点关注。我带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